2026年抓马蜂王正式开放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。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啊！过年好，恭喜发财，年兽大作战。我真怕他们输得太惨啊！开会，开会！知道真相之后，看他们真的好蠢，跳一个死一个，这舞也太猛了，这舞。我们这一组叫五谷丰登，5个老登。一些老人呀，就喜欢对年轻人的事情指指点点。圈内好友回家过年，你选谁？你肯定选智胜。行吧，行吧，今年就带你回去。而且你还将就他了，我的妈！他就是一个东北大豆子。大豆子。说一些我们俩之间的秘密，凭啥跟他们说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俩的秘密，我们私下说呀。是用来看他的那个网站上的2度孟宴臣的创作视频的。妈呀！妈呀，这大爆料！军哥半夜2点3点还在哄女儿睡觉，我们就开始有邪恶小群聊了。你们的小团体哈。本节目由 AI 陪伴您的喜临门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每周五碰出惊喜的支付宝疯狂胖友日赞助播出。本节目指定产品21天超长续航的华为手表 GT6 系列，1瓶换白去斑味。本节目由妮维雅630双能屏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合作伙伴赞助播出。嗨。我不该不记答案，有点不安。今天对我来说不是很妙的一天。为什么？今天我可能不能再当蜂王了。为啥？要换新的蜂王了。那你能适应新的蜂王吗？我肯定是不适应。但是什么？它游戏规则如此啊。事在人为。如果今天开始选蜂王，你就站起来说，我认为不用。行，一会儿说是什么台词？先给我。你说我认为不用，何必呢 ？OK。我认为不用，何必呢？我反对。这一票我反对。算了，我相信大家会。别到时候一投反对，我这个一说要投票的时候，我这个灵魂一下你要，所以我现在让你记住这些肌肉记忆起来。一说要投票，我认为不用，何必呢？期待待会儿的这一幕。终于咋了？不用，真有点撑不住了。撑不住了？但扛下来，快坐着。没事儿。你们穿厚点吧。再给你介绍一个新的单品吧。哇塞，都这样了，你还要给我介绍单品吗？相信你也会喜欢的。你看这帽子啊，把那个给我戴。那个你要这个也行，但上面有一点我的那个粉底液。那没给我买个新的吗？对，啊，你照一下，那有镜子，你颅顶有点巨高了，往下压一压。对，这个。哎，行，这个来一个吧。行吗？行。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穿搭的这个小巧思。说吧。有的帽子只能配正装，然后有的帽子只能配休闲服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我多年的这个穿搭经验、小研究。但这个你配啥都行，这很百搭。这个小巧思真巧哎，难怪你是时尚 queen。还好吗？蜂王来看，没事吧？他发烧了。我错了，不是甲流。我给你们看试纸，我不用，甲流我们也不怕。我昨天开始就不得劲儿了。
您这屋是不是该给蜂王住啊？你这屋真是个蜂巢啊！早上吃的棒果啊。今天各位就是说，应该是我卸任的日子了。肯定是啊。哎，等着吧，我完全没一点惋惜。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今年我就给自己投个蜂王，我要当蜂王。普天同庆。怎么能普天同庆呢？还是有些人应该是。我很难受。你也难受？为什么呢？没有从在一个屋檐下，就没有办法。不能不低头。那么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了啊。OK。嗨，哎，你说 ，hello， 啊，我们来探望你。我给你带了水果放在门口，然后就怕打扰你，就赶紧走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我们去探望一下，就放在门口啊。默默的，默默的。早日康复。对。哎，我们给你的这个水果有寓意，你猜猜是啥？香草娇妹。哎呦，那个娇他这个发挥的比我们好，他这个娇妹。对了，对了。啥意思？就是你说的香草娇妹。这啥意思啊？因为我们确实刚才没有想，没想到这个更好的。我穿个衣服啊，一会儿见。你们俩真是越来越冷了。都是你连累的我多幽默的一个。多穿点。去吧。Hello。刚才听说冬雨生病了，已经克服了。我那趴剧情我们已经给走完了。对，你就不要再去演那种安慰别人的戏码了。我们已经这种，就是他平行剪辑，我们在安慰别人时，你在玩秋千，没事吧？我给你带了水果，你们穿厚点吧。假流我们也不怕。不是你们去玩一会儿。OK。哦，好久没有玩过这个了。大风车只就有一转。那里的真好看，天好看，地好看，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。少爷今天白的发光啊！早啊！好玩吗？我在上面卡住了。朋友们，这个我已经擦过了，可以了。他刚擦过，应该好滑了。我都擦干净了，你看。哎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您请。石头剪刀，好，你先请。我完了，水，我这怎么有水啊！我，朋友们，我都擦干净了，你看，有水，没说这是湿的呀。我刚才忘了擦最后面一段了，卡住了。哎，迪哥，你怎么从这下来？这里可以下，是不是人？我不滑了。请各位小蜜蜂前往有间喜事集合，白日梦睡衣派对即将开启，同时将投票选出新的蜂王。哎呀，距离我卸任蜂王不到1个小时了，难过不？放心吧，我一定选你。哎，大勋，啊，行，夺 ，OK， 我这票留给你了。我们待会儿要躺在这个喜临门床垫上面录制吗？那我太喜欢了。真假？
真的好爽，躺在这儿。哎呦，哎，躺在这个喜临门床垫上，整个腰身都被服帖托住，一点都不空，贼爽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咱节目如果要是说现在哈可以录着睡，睡着录的话，哈哈哈，那我就直接秒睡。哦呦，哎呦，大阵仗，我们要干大活了哈。来换睡衣吧，朋友们。王哥，你这是睡衣吗？我这个是睡衣，你们谁有意见吗 ？Love your body。经过团魂失恋日的相处，相信大家都见识到了彼此隐藏的风格。现在，请根据大家在团魂失恋日的表现，投出你心中的蜂王。啊！如果你觉得他疯得够精彩、够有创意，就把蜂王图标贴在他的名字旁吧。我一定当选堂主。我为了能跳那个舞，我一定当选堂主。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，继续说。肌肉记忆，迪哥在屋里给我训练的，我排练过的。他说一听到这个就要说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，马上站起来反对。就选新的蜂王是吧？也可能不是新的。不，我不干了。那不行，迪哥，没有你，我们扛不住。我觉得该让一个女生来当一下蜂王了。哦，对，杨迪那时候还说推选周冬雨当这个蜂王。冬雨发烧了，那是不是参与不了我们的活动了？那还能是个团建日。那这样，今天选他当那个蜂后，他一时半会儿生病起不来，我代替他当。然后发短信，就是他有什么事儿，然后不用，我就全代替处理。因为他是最好把控的啊，没有啦。你想垂帘听政？因为听说你那个生病了，我说就在房间休息，就直接给你架空了，就你生病时候你也不让你来，没有任何实权。哎，迪哥，好要啊！我决定我推选高叶。哎，可以，因为这样的舞蹈才能继续继承下去。那个舞蹈要跳到能成团，你知道吗？必须得练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先贴一个了啊，贴一个。咱就这么实名制直接投票。我们现在不搞那种暗搓搓的那种东西，对。那我就先贴了，好不好？哈，身体很诚实啊。肌肉记忆了，我就贴了高叶。哦。那我也表个态。遵循内心。放心吧，我一定选你。遵循内心吧。刚刚啥意思啊？手在那儿转一转呢？哦，我来吧。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我随波逐流吧，我。怎么了？补拍。那我就当然不让了啊！啊，冬雨，我帮你投啊！你帮大家都投了吧？帮我们都投了吧？我帮你投啊，因为我怕你那个累着你。他要投自己。当然。哎，有反转哦。咦？这啊，小欢喜。这里我要说一句，三金你真棒。已经5票，再有1票，基本上就当选了。等我来吧。结束了。
这虽然是实名投票，但投出了一种黑幕的感觉。现在，剩下4票应该是我的吧？其实我那票是留给你的。走一下呀，走一下流程吧。我觉得大家都要参与一下嘛，对吧？我们都得参与一下，来吧，给杨迪点感觉。那个我塞不下了都不给迪哥。他其实他本来已经当上我。迪哥，哎，迪哥，10票之差，没事儿。恭喜高叶全票通过，获得蜂王称号。请认真思考，下次录制能带大家发疯的活动，期待你的创意。哎，我真的很想玩那个。玩什么？一个叫100元内荒谬的礼物。这一看就真的早就想当蜂王了哈。这像即兴发言吗，朋友们？就上位的很丝滑，是不是？计谋已久。然后这段时间要买礼物哈。买。我家里刚好有。任务卡，接下来让我们试着再放下一些拘谨和礼貌，在游戏里释放自我吧。来吧，看看规则了。白日梦计划规则及规范，所有游戏均为个人战，每赢一次在积分板上贴一个小蜜蜂。懂了，明白。总而言之，别让我拍到你。2.0，10位嘉宾分为摄影师和模特儿2种阵营。摄影师站在中间进行蒙眼拍照，倒计时1分钟，可拍摄10张照片。模特儿需在床垫范围内躲避镜头拍摄，但不能用任何形式遮挡面部。摄影师每拍到1张人脸就积1分，反复拍到一个人也算1分是吧？对 ，OK， 好吧，就跟昨天咱下班那个是一个道理。对，拍，来吧，开始吧，马上啊！别给杨迪太多准备的时间，他在调广角镜头。你管我什么镜头？我就是广角。来吧，冬雨到。没拍上，拍上了。哇！真是高啊！摇臂呀，你是2个大摇臂。那怎么躲啊？杨迪，哎，我们摆正了，来。卡机。魏大勋，来，魏大勋，王长军，这是谁？郭冬雨，这是谁？稍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边出现了一段我的自拍视频，都是我给你弄的，哈哈。你给我挑的，我都没到10张。整个手机里就5张照片，也不知道怎么。他拍得很谨慎。哎，有分吧？哎，说心里话不太好认的。这么完美的鼻子，你认不出来是魏大勋的？我要不了解魏大勋的话，以为这个照片是我的。你自己承受。这段给我剪掉啊！这句话，这是徐志胜，你尊重咱们这个游戏吗？你在聊天。哎呦我去！飞跃疯人院。我真是我受不了了。哇！王长军，你在拍大片吗？哇！周冬雨，你在搞一些破碎感哈。哇！我才是最好的摄影师，你看这神韵被我捕捉到了。完了，我给你10分。没了。来，下一个游戏，蹦蹦跳跳，阳光在照耀演技版。10位嘉宾通过抽卡重新分组，分为表演者和观察者2组。场上有一个真的蹦床，其他的是为喜临门独家提供的床垫。表演者需要走上蹦床或者床垫动作展示，观察者有90秒的观察时间，期间可以向表演者提问或者发出一些动作的指令。
如果观察者猜对了谁在蹦床上面，就给观察者组每人记一封；猜错的话，就要给表演者每人记一封啊。哎，我们待会儿用的是喜临门的床垫嘛，要特别感谢喜临门白骑士 Plus 床垫的大力支持。喜临门白骑士 Plus 拥有轻音独立袋装弹簧，沉浸游戏无干扰3重护边系统，不易塌陷和溜边，安心感满满。它为我们的演技助力，为我们的安全护航。谢谢我们的喜临门床垫。这个床垫哈引起了我对这个游戏的兴趣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就在这床垫上，你们肯定猜不透真假。我觉得啊，这东西说白了没什么任何区别。很弹啊，很弹啊。看啊，哎，哇，哇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呀，哇，你看付航好弹啊。就杨迪跟徐志胜这回是蹦床，我跟你说真的。你看，就他们刻意往低了蹦。你坐下，你那个身高可能看着。冬雨没事。哎，这事儿什么意思呢？来，徐志胜是蹦床是吧？我要看到你的腿。啊，山羊跳，来。1、2、3，哎呀！你看这边他们使劲不蹦，他故意的。对，我要看到你的腿。你们绝对是床垫，杨迪这边绝对是床垫。那是这儿，就付好下面。不是徐志胜，你就能蹦这么高啊？我觉得那个付航演的好。付航，你再跳一下。就好像在蹦床上跳的。他这边真是蹦床，我觉得。蹦床怎么会需要助力呢？杨迪跟付航肯定是床嘛，对吧？哎，斌哥，斌哥，知胜下面是蹦床。看他都不敢跳。我也选知胜。刚才我发现，刚才知胜就是不蹦的时候，他是一点都没有颤起来的，他应该在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律动。徐志胜的核心从来没有这样发过力，你知道？我还是觉得杨迪那是蹦床。啊？就投徐志胜挺好。你轻点。啊，没有。他说你轻点，是他们那边绝对是蹦床。你真是，你说你在这抖，不能那么劳改吧？给最后一个答案。你看来我说对了。没事，让他们改吧，没事，让他们改吧。呵，你真是，你说你在这抖，你俩不是演员吗？不是你们俩演的这么拙劣，你真是。那听高叶姐的。别，好的，听高叶姐的，听高叶姐的。别。下一届的蜂王，你们听他的就行了嘛。我是觉得他们俩，因为他俩连带着蹦的，只有蹦床有这个效果。你看，他被颠呢。我谁没在颠呀？确定是周琦吗？确定了，就这么地。哎呀，
查看答案，走，来，凤凰你先。完了。听高叶姐的，听高叶姐的。你们本来对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谢谢谢谢。这个就叫表演的细节，你轻点。啊，没有。小城国太公钓鱼，越挺上钩。谁还会质疑我的演技？接下来不会有电影来找我吧？妈呀，又来一个盒！哇，任务卡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点开好友 VCR， 透过他们的眼睛，看看你在这里未曾展露过的模样吧。哇！哎，我们往前坐点吧。付航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不会是刘仁成吧？哎呀，说到付航不为人知的一面啊，别看表面上在节目里表现成那样，其实他私下里非常安静。确实感受到了，跟我就不太一样，我在节目里很安静，私底下也很安静。没想到会这么不好笑吧？真的是。虽然说在节目上它是一只吵闹的猴子，但在私下里它是一个安静的美猴子。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扰，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。对，我们都这么认为。只要我在台下一回归正常，我的表情就是真的没有表情，就是放松到不能再松。就经常会有人过来跟我说，就是说，哎，兄弟，别生气。啊，咋又不高兴了啊？对，但是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不高兴。所以你说清楚我就知道，因为这2天一直以为他在生气。有的时候你是陷入思考、沉思了。我们说话也没咋听是吧？不是，我其实有的时候不听，但是，不是，尤其是谁说？志胜说话还是能听一下。所以我声量越来越大。非常感谢迪哥，一直就是把我就是从我的那个个人世界里拽出来。因为比如说我在想睡觉的时候啊，我刚要睡着，就拽，迪哥就会拍我，哎，睡了吗？下次我俩一个屋。他今天早晨4点睡了吗？给你上强度。谁跟付航住一个屋啊？汪铎嘛，汪铎感受深不深刻？来说说看。跟付航同居的感觉哈，有点像。什么叫同居？同寝的感觉哈。跟付航同寝的感觉呢，就是很像一个人住。就是他真的不说话，但他也不是完全不说话，会突然冒出点声音。对，而且他说话是永远没前没后的。比如说，刚刚我们回到房间，我们俩坐那儿聊天的时候，他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朵儿，有一天我要当导演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拍得很好。”哎，我不知道我哪儿又讨他欢喜了，但是我就受宠若惊。好，咱们看下一个是谁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，这好像也知道了吧？我们有工作人员去控制他的饮食，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他在我们工作小群里艾特我们的执行经济说，你什么时候来看我？给我带3包爆米花，并且要晚上偷偷的给我。所以，综艺的小伙伴们，你们一定要看好你们的食物，一定要防着叶姐偷吃。首先，我想说他一个不为人知的点，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嗓门真的非常的大，所以请节目录音师把他麦的电瓶调小一点，免得录爆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他非常爱玩那个天黑请闭眼的游戏，很擅长，很投入。所以，如果你们跟他一起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想活得久一点，就必须得在第1轮把他投出去。这个应该早点放。就比如说，在我生日那天玩那个天黑请闭眼。把我手杀了，连续2把手杀，在你的生日之夜，一点吉利都不讲。这个如果早点录的话，你就第一个就走了。昨天就轮不到我，每回都是我第一个走了。我只能说，谢谢李阳，
我知道你知道了很多，你真的给我留了脸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已经尽量挑最能说的说了，是吧？对。但他们爆料的好像你这2天我们都感受到了，爱吃东西和那个狼人杀玩的好那些，爱吃东西还行吧，我觉得控制的挺好的。是吗？偷吃零食有偷吃吗？在思考，叶姐在思考。没有。哇，这锅巴太好吃了吧！好吃哈，我觉得控制的挺好的。好，下一位。哎呀啊！有点不能理解，咱们都是这个节目的嘉宾，让你找一个好友来揭发你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有必要找的是跟你同一个节目的嘉宾吗？我在现场说不行吗？大勋。没了。他其实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。前阵子分享我一个视频，就是那种解读类的视频，我的妈呀，那个视频1个多小时，我就说我先不看了吧，我在徒步，我回头再看。我都不敢相信，他1个小时你真的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吗？我肯定看完了。好厉害啊！那个魏大勋的客厅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电视机，然后他的这个电视机呢，并不是用来看电视的，是用来看他的那个网站上的2度孟宴臣的创作视频的。妈呀！妈呀，这大爆料！然后那一次我跟何老师去了以后，遇到另外一个更自恋的何老师说：“哎，大勋，要不你搜一下我和娜娜之前演的那个话剧，我们看一下吧。”大勋搜出来话剧放了2个小时，自恋。我主要是我家那电视啊，是我爸经常看。所以他会有那些视频。那天娜姐就正好上我们家去玩，然后说打开我电视看完一看，观看历史都对，一看观看历史都是我，然后他开始吐槽我。然后何老师说看看那个好早之前演的话剧了啊，真的2个小时把那话剧完完整整看完了。更刺激的是，看完那个话剧之后呢，又看了一场杰哥的演唱会。很充实，你还是觉得喜欢看，还是喜欢看。然后接下来还要看1个1小时的那个解读视频。这个还好迪哥没在，不然电视可能撑不住。以后大家有那种都发给大家，然后下次去他家拷问里面的一些问题，我都会看的，发给我都会看的。行，大勋哥，先把那个我和付航哥我俩的脱口秀集锦发你。那我都看过了。再重温一遍。下一个是谁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哎我是管乐。刚认识他的时候呢，觉得他那个有点微醺，时而聪明，时而笨蛋，然后时而微醺，时而清醒，半梦半醒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很抽象。然后，但是后面其实接触下来呢，还是发现柱柱是一个很贴心、很简单的一个女孩子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我在录我们的团综节目的时候，我当时只带了1个包，然后柱柱说：“我有很多包可以给你。”就是然后很大方，然后愿意去帮助姐姐们，很真实。遇到问题是能够有解决问题能力的这么一个女孩，而且她是属于外柔内刚，很有自己的想法和思想的人。那么柱柱，这就是我眼中的你。柱柱给人的反差都比较大哈，微醺。对，其实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反差特别大，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想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其实我现在也时常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是我以前确实演过一些很聪慧的，反差极大的那种。对，什么呀？就是演过一些比较反派啊、御姐风，然后比较稳重的一些角色，大家都会把那些角色带入到我这个人身上。但是呢，其实，
我现在展示给大家的就是我最舒服的状态和最真实的状态，因为我说话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假的。柱柱，你的这个声音是我这辈子都没有难以企及的高峰和梦想。马上那个氦气球拿过来。徐志胜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到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霍兰。霍兰，那跟大家讲一个我的弟弟徐志胜大家不为人知的事情，就是你们别看徐志胜的演戏哈，哎，大家觉得说非常好笑，非常幽默。其实啊，徐志胜是北科大的硕士，你敢想象？徐志胜是北科大材料学的硕士。你叫他说的吧？你要真的严肃起来去问他。说哎呀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的构成？他完全都知道。我们可以去考考他啊，他特别的博学，特别的博学。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构成？这个属于聚酯纤维。这个呢？这个属于高分子材料。高分子会干嘛呢？高分子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东西，叫做弹性和延展性。就是一个高分子它能很长，你像咱们平常用到的这衣服也都属于高分子的，然后会柔软。咱们以前起静电的那个叫化纤的衣服，那都属于高分子。你能一眼看出谁的衣服这个材质会差一点吗？我一般通过价格来看，一般不用通过一眼，用不着材料。这个呢？这个什么构成？这里边是水，这里边是水。H2O。行，就呼来一个哈，就呼来就。我其实朋友有很多，但我的 B 面只有一个，就是博学的那一面，博学的那一面。吓我一跳。汪铎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汪铎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一个高冷的男生。然后我们拍《逍遥》在剧组的日常相处里，我发现他就是一个东北大豆子。大豆子，而且他极其的中二，极其的幼稚。在剧组玩水枪这个事情就是汪铎发起的。哇，你得当蜂王，主要天热那时候。然后是一个很爱吃，但是又因为要工作，所以又很克制的人。是的。所以经常会收到他给我的推荐，有什么东西是好吃又不长胖的。哪有不长胖的？傻了吧唧。汪铎，你就不要走你的高冷人设了，回归自己吧。其实汪铎真的是一个大豆子，大豆子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大豆子。对。你反差是真的特别的大。我跟汪铎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其他的节目。哎呀，就是我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是那种24小时，你只要见到他，他都是那种永远是像吸血王子一般的装扮，都有眼线，完了之后带着妆发，然后当然一张嘴就是那种干啥呢，兄弟，就这种，人那边说话不对味儿。然后呢，他对自己身体特别的克制，他现在就是1个小时吃1次饭之后，23个小时什么都不吃。所以说你把这个高度给我轰这么高，我以后很难再吃东西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周琦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哎呀，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，那可多了去了呀，只有我知道。他这个人特别要强，要面子。哇，你还是这种人。比如说我们去唱歌，别人点了一首很高难度的歌，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升一个调，点一首更高的歌去压过对方。那游戏该让跟你玩啊。特别要强，可能是因为年轻吧。哎，你在这个节目里有啥特别感觉？哪个事情就是你必须得要强，必须我得整，没有必须。我问一下你，所有。那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白日梦计划积分榜。
周琦是排在了倒数第3，我看了看。你别挂脸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没挂脸，我没挂脸，我要争第一，就一直争第一。我不光不服楼梯，我还不服你。我觉得他更在意应该是那天跟大勋上那个台阶儿。哇，周琦帅！我要心脏病发作了。魏大勋一步之差被大勋获胜，你也很棒，你也很棒。1秒之差，什么感觉？不是，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我的视角里的时候没有看到勋哥，因为我俩属于在他的视角，他是赢家，他是冠军。不是，他好强主要是靠自我安慰。多给周琦安排点那种竞技类的，我们想让他多说一说。杨迪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妈呀，我的迪哥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扎。今天我接到一个任务，就是一定要说一个迪哥他不为人知的小怪癖。怪癖就是他从小到大头皮里面长了一颗非常大的包，然后那个包呢就非常的抢眼。他每一次出妆啊，或者上综艺啊、上电视，一定要求他的化妆师拿黑色的眉笔把他那个大包涂得很黑很黑。大包？哎，不是。你们别看迪哥平时看上去比较斯文啊，是搞文艺路线的，但其实他每天收工完都会去健身房健身。没有吧？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们别不信，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就是斜方肌之王。斜方肌之王。你看一下我的肩上的斜方肌，只有斜方肌。我所有的 B 面都是一些身体上的缺陷，已经没有任何内在的 B 面了。刚刚他说健身，大家都信了哈，信了。对，因为迪哥确实像是平时那种使暗劲儿那种人。哎，你这个不为人知了，你具体说说，大军哥。但是确实因为爬山的关系，髂胫束会有一些磨损嘛，就是它会代偿，所以你要练臀和腿。但真的没去健身房，房间就能练，健身房多贵啊，对吧？自己稍微练练就行了。但迪哥确实之前说做那个保加利亚蹲。保加利亚蹲，宝格丽酒店，我在宝格丽酒店做保加利亚蹲，我看看。至于娜扎说的那个怕包，不是我这长了个小肉包，倒是真的，是肉球。对，有一个肉球，你来，你过来一下，我不摸了，你试试，在这儿，你手。哦，当时去检查过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家都看不到。然后他告诉你传染。马上这儿就长一个。我好喽，摸了吧，传染。回头给大家拍特写画面。不，谢。我给大家爆了一下这个没有人性的节目组。我第一次看到摄影笑得这么开心。迪哥马上要展现他真正的 B 面了。不是，你看你拍不拍得到吗？在这儿，看到没？就这儿有一个小肉球。哥哥，你别笑啊！你看他拍的，笑得多开心。下一个，周冬雨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嗨，妹妹。哎妈，哟嘿！我收到了节目组的邀请，说要给你录一个睡前的 VCR， 说让我说一说你的性格上的一些小怪癖，或者是一些我们俩之间的秘密。我想说这玩意儿凭啥跟他们说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俩的秘密我们私下说呀。那我就说说我对你在这个节目里的期待吧。
以前的你可能如果说你要上综艺，我可能会略微有一点点担心，会觉得你有的时候太直接了，太真实了，或者是太孩子气了。但其实现在我觉得你这几年变化还挺大的，因为我感受到了现在的你越来越会照顾别人的情绪。这10年当中，我们2个人的性格也好，脾气也好，情绪也好，都有过起伏。但是我觉得还好的是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俩都一起携手走过来了。无论是在低谷，还是在我们的高光时刻。然后也希望你能更结交更多的好朋友。但是当然，我是你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姐姐，爱你。要哭了哈，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！我都不知道他给我录了这个，小惊喜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很感动。我还在想，其他小伙伴都说找什么好朋友录 VC 啊，怎么也不通知我啊？结果想给我个惊喜。今天因为本来我就有点那个感冒，然后呢，我看到那个镜头里那个马思纯出现了。嗨，妹妹，他是我交往最长的朋友，也会是我未来最重要的人之一。然后我觉得我感受到了暖暖的鼓励。来录综艺之前，自己还是会不会有些小担忧？对对对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大家人都挺好的，我太开心了。下期我还要来。你本来就要来，你本来就要来，想违约呀？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挺好的。但我觉得东一姐也真的挺好的。真的，我每次吃了蒜，只有他还愿意跟我说话，只有他还愿意跟我说话。而且每一次东玉姐还鼓励我吃蒜，她说每天都要过蒜气满满的一天，蒜气满满的一天。蒜气满，不可能。而且东宇，你录这个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颠覆？比如说一开始说唱啊什么的。对，很颠覆。就是我和王哥的那个rap， 真好啊。说话是挺直接的哈，是吧？真好玩，言简意赅，言简意赅。他主要是录的少，跟你遇见的少，骗的少。对，确实没怎么录过综艺。但你算来着了，这一个顶10个了。对你来了这儿，你就等于来去了所有，是吗？对，你就说你还有没有什么期待？感觉在这节目上还有什么事儿想做还没做的，有没有？随便说。没做的不还有很多吗？是，反正就期待吧。太多想做的事儿了，但现在最不想做的事儿就是跟你聊天。感觉到了，感觉到了。行，我下次也吃蒜。太好了，谢谢冬雨。来吧，我们期待最后一个朋友的 B 面。这个王传君给我发个消息说，让我说一下他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大胆开麦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，这个问题就是个伪命题，不为人知的一面只有他自己知道啊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刚王，平常呢，我呢私下不在录节目的时候是一个很安静的人。还有呢，其实我是一个易瘦体质的人。陈军哥，因为我每天吃很多。如果我不是易瘦体质呢，我吃那么多肯定变得很胖，对吧？搞错了，再来。传君嘛，酒蒙子。在我的概念当中，他不是去喝酒的路上，就是在喝酒的途中，以及断片的道上吧。这个为人所知。半夜2点3点还在哄女儿睡觉，
对他的爆料已经是说非常的无力了，因为我觉得他这人就是个艺术家。他可能你这一秒还在录着，下一秒节目组已经找不到他了，你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子事儿。他每一刻都会给你惊喜。他这个人给我感觉反差真的非常非常的大。首先就他可能刚跟人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还挺高冷的，就感觉不爱说话，然后又觉得是那种就是很孤傲，就是有点难接触那种感觉。但是你就是跟他稍微熟一点的，不用太熟啊，好像还没熟好像还没熟。因为他那个时候见到我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和他老婆都非常喜欢我。然后怎么样，我当时就觉得天哪，这是王传贤能说出的话吗？紧接着就稍微熟一点了，我们就开始就是玩的非常好了，我们就开始有邪恶小群聊了。而且我们俩的邪恶小群好像还不止一个，我们还跟不同的人都有邪恶小群，你们的小团体哈，邪恶小群。哎呀，你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。这王传君的浪漫他是比较走内的。我每年生日最大的花篮都是他送的，并不是说让你明年接着送啊，明年可以不送了。但是他浪漫，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舞台剧演员，他是一个艺术家。有一天我会坐着轮椅看他演戏。哇！来！要哭了，王哥要哭了。没有，王哥不为人知的一面就，这一面真的不能为人所知。就是我的，哎呀，感性，真的感性。哎呀，不，就是这个录综艺确实是件蛮费劲的事情，但是我的 B 面都是这些人给我的。军哥的那些 VCR， 他一开始是忍着，然后最后爆哭。就是军哥会很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，然后每个人也会很真诚的对待军哥，就是这种友情让我觉得非常感动。他本身就是个非常感性的人，我们认识好多年，在片场的时候就会聊很多东西，一聊起来以后也是有点那种感觉，现在彼此都很好，为彼此感到欣慰，同时往事又会历历浮现那种感觉。反正就是感恩的心总会有好的回报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。谢谢迪哥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录综艺一开始会给我一种特别危险的那种感觉，也是不太踏实。但是就是跟这些朋友录完之后，就觉得自己的 B 面被慢慢的释放出来。然后，其实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完全非常的不太一样，然后就感觉到你们给我的支持和鼓励，还有温暖，就像使灵们床垫一样，完美的支撑，紧密贴合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全部都看完喽，睡觉吧，睡觉啦。王哥缓不过来了，还有点缓过来了。我那一刻还是理性了啊。你要枕头不？
行，是事儿你腿借我一下吧，我没得躺了。冬雨睡着了，就这样躺吧。哎呀，我这样躺着真能睡着。你就睡吧。我觉得彼此的关系上又往前走了一点，你会对一些新朋友更加的包容也好，或者说更加愿意接近他，或者说是你更想跟他一起聊聊天啊、玩游戏啊什么的，你真的会放松下来。真的是感觉到很轻松、很解压，大家可以慢慢的去聊一些心里话。期待下一次我们的感情进度条会又增加了很多。新年快乐！2020年双马蜂王正式开播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好！新年好！一同堂训练。搬家啦！走吧，出发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嗨，第一个。早。哇，大家好喜庆啊！对呀。迪哥。哇。哇。好红！你还带围脖？我没什么红，然后就加。哇，你好像那个年画里面那个年画娃娃。福娃。周冬雨，你好红啊！你是当红炸子鸡，哇，真红哎！好看，好看，超好看。但是这个皮手套高低说热不热？我不热，我就要撑住。你不热就好。真好看，真的好看。你今天这个辫子挺直啊，挺直了。就当我是低扎版菲姐吧。今天我可能要一直在那唱，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。你知道你早上起来唱歌，我没唱歌，你绝对唱了。我早上起来真没唱歌，你化妆了没唱？我化妆没唱歌，是那我唱了一下。我要怎么说你？我在你歌声里边化的妆，吃的饭，的确就一下。哇，这个好好，吹，走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我给您拜年，可。啥？你塞里边？不塞了，就这样了。你塞里边？不塞了，好看，好看。不塞了，我叫它塞里边。你塞不用手，不用身心那么多。哎，这样好。我现在特别像是家里的那种老人，然后已经不会自己穿衣服了，没法自理了。事儿啊，这马上来客人，那是丢人。别往我内裤里塞，好不？别往我内裤里塞，好不？没往你内裤里塞，现在噎得我特别不舒服吧？你掏出来，我特别不舒服。不往我这看不就行了吗？哎呦，航哥来了，过年好吧？拜年了，拜年了，走吧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嗨，过年好！打台球去，我就去打会儿台球。哇，哎，一回头都是红色，在那玩，真的是有种过年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是哎，这样对吧？嚯，还戴着台球手套来。来打这个，你把后边那个球挪挪。可以吗？别人不可以，你可以。他是台球老板。哎呦呵，让你挪你也不是。哎呦我的！我们这是一个自由的运动。恭喜你發財，恭喜你發
发财，吓我一跳。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。各位小蜜蜂们，忙忙碌碌一整年，蜂巢天降红包雨，限时大放送，小蜜蜂们速来蜂巢抢红包！蜂巢抢红包了，走！哎，莫名其妙的高兴，怎么回事？刘德华老师解冻了，祝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！咱们这一起开吧，来，开门大吉！哇，快来快来！哎呀！哇塞！哇！新年好！恭喜新年好！再见，下次见，我们明年再见，难忘今宵。明年再见，明年再见，再见，明年见。这个开场要拉的这么满吗？不是，这个像退场，像离场。Hello， 过年好，老师们，过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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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叫谢可寅 ，Shaking。欢迎，欢迎欢迎。今天呢，给大家颁布一下分组卡和有我们幸福的密码。导演组交代我要交给传军哥。为什么要交给？为什么要交给我呢？不会是因为你是我们这里边年龄最大的吧？年龄最大的吧？哎呀，看来我也有权利了，小谢，第一次来我们这儿，说说你的代表作吧。我的代表作没有。串台了，串台了。哦，好吧。我来念，我来念。遵循中华民族传统，尊老爱幼美的，请年纪最长的3头6臂王传君火速召集小蜜蜂们共创一场抓马蜂晚，致敬春晚经典，一起抓马过大年。哦，在这儿的都是今年不上春晚的哈。都是没接到邀请的。行动指南：第一叫立马组队，分组名单已在各位的身边，请各位给自己取一个威武的队名，开启新春大作战。那我们怎么做呀？分组做。王传君、高叶、杨迪、魏大勋、祝旭丹一组，周冬雨、徐志胜、付航、谢可寅我一组。好，来吧，朋友们。哇！哎，这里真有钱。哪个里？哪领啊？这里真有钱。不是有，真有钱。你们先玩你们的，我们先挣点那个外快。这啥？这啥？这里边真有钱吗？哎我。一个5块。哇塞！周冬雨，你看你财迷的脸，哇塞！给你一个吧。这是红包吗？真红包哈！红包，真红包，里面真有钱。恭喜发财！哇，谢谢。恭喜发财！啊，谢谢。来吧，沾沾福气吧。朋友们，可以。哎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分成2组了嘛，待会儿我们有新春大作战，先给自己的组取名字嘛，对吧？咱们这组叫啥名字？谢父。谢父。谢父周。因为我是拿几个人名字做了一首诗。咱们就不从名字起，咱们就起一个跟名字一点关系没有的队名，怎么样？好的，队长。那我们就叫第2队，我们必须得是第1队。咱们就叫第1梯队，怎么样？好。我们是第1梯队。我们叫什么？我们这一组叫。我们这组叫五谷丰登，5个老的。
他们说5个老的，哎呀我。是因为我们是5个老灯，所以说五谷丰登。我又捡到一个红包，这还有。因为我们是5个老灯，所以说五谷丰登。还有风挺好，我们是五谷丰登。对面的比我们小啊，你们是5个小那个，我们就叫第一梯队。你们第一梯队跟过年关系不大，有点可惜了这个队名。你看一些老人呀，就喜欢对年轻人的事情指指点点。管好自己。五谷老登队。好，你们就第一梯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新春大作战。要不碰一下？碰一下呗，碰一下嘛。支付宝疯狂碰友日，每周5有惊喜，去碰一下吧。本节目由 AI 陪伴您的喜临门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每周5碰出惊喜的支付宝疯狂碰友日赞助播出。本节目指定产品21天超长续航的华为手表 GT6 系列。这按组做是不是？按组做。哎，我好喜欢叫你那个智智啊！智智，你有病你就治治。你就叫智智吧。你这里边总共多少钱呀？我很大方的，给你个吧。哎，我还能接得住吗？你猜？我看看怎么接。可我肯定还给你。哎呀，我也有。你只是想接一下的话，这么接。我们来想一下口号。我们的口号，我们来想一下啊。好的口号是需要时间来思考的。哎，咱就是第一梯队赢得干脆，怎么样？行，来3、2、1，第一梯队赢得干脆。五谷丰登，五谷丰登，噔噔噔噔。那才4个呀，那个。哦，要想五谷丰登，五谷能喷奔，五谷丰登。警车都来。他们叫什么来着？他们第一梯队。我们第一梯队身价翻倍，干啥啥队，猜啥啥会。Rapper。五谷丰登队把你们干废，怎么样？想了半天，竟然是这句。五谷丰登，脑袋发懵，脑袋发懵，输掉人生，全都是坑。你说点好话呢，大过年的，吉吉利利的。恭喜你发财！哎，你们这边要不我们匀给你们一个年轻人吧？哎，五谷丰登，向上攀登吧！去，来吧！五谷丰登，向上攀登，第一梯队赢得干脆。等一下，到底是什么？你好棒啊，智智！不要再说了，豆豆。好了，赶紧讲游戏规则吧。我们即将开始大作战了啊！长我的脑子，年兽大作战烧脑游戏马上开始。导演组给进攻组发放身份卡牌，其中1人为年兽。年兽需根据卡牌上的触发动作冻结对方选手。观察组有且仅有1次机会，在全员被冻结前找出对方年兽。年兽一旦被发现，则观察组积1分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次就是玩那个杀人游戏。杀人游戏？是那个睁眼杀那个。睁眼瞎？哎，睁眼瞎？睁眼瞎？哦，这趴游戏的最强王者，我们2个人坐在这里了。我真怕他们输得太惨，说实话，规则都不想听。说实话，玩这种游戏真的强的可怕，都有点。玩过这个吗？就强的可怕？没有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那么，请我们的第一梯队上前来。身份卡。我们这个太难了。
太难了。好，谢谢。倒立是吗？还要来一段 rap。待会儿就不干事，就看一下谁做了个异样动作，你立刻结束。等会儿，来，你这儿，其实有一件事就是做的越夸张，他们越猜不出来。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夸张，我就可以一直看着迪哥，我可以。然后你们也夸张不就得了吗？对啊，就我们龇牙咧嘴的演。谁是年兽啊？谁是年兽？还是要对。我觉得就你当年兽吧，因为每次你都最露相。行，好，对吧？你每次都太诚实，这次你不诚实一次。每个人想一个，大家记着了，每一个人想一个和这个不一样的哈。放心吧。OK。谁呀？你啊，我谁？走，看，行吧，那就这样。谁呀？哎呀，行了，谁呀？不定，我到时候我来安排，听我的。看他颜色，看我颜色，到时候看我颜色，一会儿我临时决定。你使眼色，一会儿天黑请闭眼，你使什么眼色？啥呀？啥玩意儿？好，来各位，天黑请闭眼，年兽请睁眼，年兽请睁眼。年兽忘了自己是谁。开会，等我开会。OK。等会儿。几个人睁眼了？年兽这记性有点差。到底是谁呀？不是。真没记住呀！我以为给他们演了，把自己演进去了呀。我真不知道了，哥哥，我等你眼色呢。我说的你吗？哦，行。不是你诚实成瘾了是吧？你干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诚实，所以我选了你。来，换一个路线，对，行不行？行，知道了吧？最后我定一下子，看，没问题吧 ？OK， 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！OK，这回能睁开眼吗 ？OK。各位，天黑请闭眼。第2页。年兽请睁眼。好，天亮了。太假了戏，真的，说实话啊，资深。哎，资深。场地被冻结了。天哪，千纸鹤！你刚刚看谁了？嗡。反正徐志胜肯定不是，因为他一直没有看你嘛。但是终于往这边看了，他终于一直在往这边看。嗡。场地被冻结了。嗡，然后我在看那个魏大勋啊，但他一直不看我。没有，看你我不是死了吗？看你呀，是不是我的表演太好了？来，大家把所有的目光聚集到周冬雨身上。
高叶被冻结了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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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汪汪汪！没有。相信我，投他没错的，相信我。我是一个好身份，投的就是他。跟我说 ，OK， 太棒了，真的，王哥，你懂我，你懂我，真的敬你，我就是一个名警察。然后他的动作其实就是这一把先把他弄出去。我们再他想一想，应该是扰乱我们的。没错的，相信我，你懂我，你懂我。祝绪丹被冻结了。哦，祝绪丹，啊，对，就是他。他呀，往那边看的时候啊，这个视线是对的，而且他，而且他，啊，他从这边看过去的视线也是合适啊。王传君被冻结了。汪，死亡笔记是不是？死亡笔记，写谁谁死。反正我感觉这凶手在我这一桌上。对，汪对，2选1。哎，真的，就是知道真相之后看他们真的好蠢啊！真的，来给我一个特写。汪汪雨，汪汪雨，汪汪雨。我真的，我真的是。汪汪雨，这汪汪雨，不可能是这个，没几下。我感觉是他。汪，因为你死的时候他其实没回头。汪。周，我都知道动作了，说实话。汪雨。我投票。好，确定吗？确定啊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再打断一下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不要赖我，不要打我哦。我们请真正的年兽起立。我在这儿亲他，亲了大概20口，就是亲啊，就是亲。然后迪哥说不可能这么简单，不可能是这个，不可能是他，不可能这么简单。我好愚蠢，他都亲到王传君了，他亲到我了，他抱的都这样，这都这样了，然后你还看这就是他。汪，这段回放出来，我岂不是像个傻子？我们俩真的是傻的可怕，还你比划我猜。我也搁那儿小心翼翼的演，咱们2个演的是一动一静。对，迪哥，我在刚刚的间隙为你写了一幅字，迪哥滑铁卢。迪哥是我们队的，哦耶！我都开始喜欢这种游戏了，特好玩。再来一轮。要来，再来一次。来。他们请我们的五谷丰登上前来。走吧，我们去前面吧。哎呀，有时候想的太复杂，的确是啊。现在迪哥无数次离答案都越来越远，太好笑了。自己想动作。对啊。那我们那个年兽是？我们先想一个动作嘛，围绕那个动作，那个从依赖爻里面掏5个动作出来，但怎么猜？
有人做这个，有人做这个的。我这个直接放歌，直接一直跳。行，对，跳一个死一个，跳一遍5遍全走完。这舞也太猛了，这舞。先把副行给我杀掉。哦，副行给我杀掉。来，我们这个有点累呀，真累。那我们站在哪个位置呢？我们就从这个位置开始吧。好，好，来，先请闭个眼啊。还闭啥眼呀？直接杀吧。天黑请闭眼，年兽请睁眼。好，天亮了。副行没了。准备好你们的窗花和剪纸。快剪啥纸啊？别写了，看看吧，别写了。剪一剪没了。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終點站嘉禾萬港，下一站係本次列車嘅終點站嘉禾萬港。你走下来，我只能我越来越爱，都成为我的。好，被冻结了。你个小臭嘴巴，就是你撅嘴了。下一位，5遍之内若是找不到，你们即将迎来灭顶之灾。你盯一个人，你说你盯谁？我盯叶姐，我盯叶姐。汪，一人盯一个。哎，汪。OK，汪，不想听，他不想。我对着你跳。OK， 汪了，来吧，狂舞了。本次列車嘅終點站沒到，搶拍，跟大家反方向轉。你每次都反方向轉，葉姐。完了，我估計你已經被凍上了。我看了，他單純的喜歡跳舞。音樂起，刘琦被冻结。啊？还有2遍。谢可寅被冻结。周冬雨被冻结。团灭了你们！我就猜那个高叶，音乐不要停。但是我又觉得大勋老师他一直在那里面无表情，就是佯装高冷的跳完也很可疑。哇，他平时就这样。我只是不爱跳。杨迪是太爱跳了。我看了3次迪哥，3次传君哥，一模一样，没有区别，而且他们没有特殊动作。传君哥第1次吐舌头了，第2次没吐，第3次没吐。谁没吐？传君哥第3次没吐。他怎么没吐？第1次吐了，第2次、第3次没吐。啥意思？就是但是还是有人被冻结了。谁呀？不是他，不是他。我知道，我故意的，我耳背。好有压力啊！就是我现在父王不敢说话了吗？你说，我听。你说，我们听。你说，然后呢？我想问一下其他人的意见，你们一直在盯叶姐和你们发现到什么？您说。叶姐每一次转的方向跟大家不一样，都跟大家不一样，每次都不一样。对，这个是肯定的，我发现了。但是呢，他跟朱老师他俩都嘟嘴耶。
按道理来说是不可以一样的。嘟嘴就肯定不是杀人方式，因为他也嘟。就是在哪一排嘟呢？就是在哪一排？刚刚王传君给我说了个很可怕的点，你说？但我们在哪一排嘟的时候不一样。你要逼死我们呀！你要逼死我们呀！第3小节的第2个反拍。王传君，我。富豪，你再重新复一下盘。首先第一动作不能一样，然后他们俩3遍都一样。所以他俩先排吧，剩下就是看你们看叶姐什么之类，你们可以发表一下意见。比如说叶姐，姐，我为你做了一幅画。等一下，我觉得第一个有可能。高叶也很有可能，王传君也有所破绽，朱旭丹很明显，魏大勋毫无，我一眼就看透了。哇塞，他都说了，他都白说了，这我就不确定。你们到时候后期剪一下，说对，剪一个，肯定能用上。那投吧。第一个首先我们排除他，第一个不可能。排除他，从高叶姐开始，认为是高叶姐的，请举手。3票，行了，不用投了，3票。来吧，公布吧。当选。什么？5个年兽，5个年兽。啊！来吧，公布吧。当选。什么？5个年兽，5个年兽。哎，这样吧，请我们就是那个年兽到舞台中为大家独舞一曲，我就纯纯想跳舞，好不好？独舞一支，来吧，到时候看谁往前走，谁就是年兽了。列车的终点站起义。萬港，下一站係本次列車嘅終點站。幹嘛？全去！幹嘛？全去！扭屁股，还没开动。真的在拍子上啊！真的在拍子上。真的在拍子上啊！要做的那个年兽，它是需要配上，比如说撅嘴，就是花手配撅嘴才是完整动作。我们光做花手是没关系的。花手是撅嘴。那谁是呢？你吧。我容易被猜着。不是，你不太容易，因为你每次跳这个舞表情很多。我瞎了。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quadra kill, penta kill。我想解释一下，那个转圈逆着转，是我每一次跳都这么转，误导我们。哦，这习惯了，前面也是这样。对，我习惯了，之前也这样，只是大家没有在乎过我那个时候，没有关系。以后一来要都给我动作都给我调标准点，不准转错，不准转错。以后一来要严格要求，一来要跳那么多遍了还跳错，不准转错。哇，祝旭丹你剪的？啊，我剪的。哇塞，哪个？哇！我们来第2个。送我的祝福，马年到，祝福到，心想事成，好运到。2队队员轮流给对方指定成员送祝福，接受祝福的人需在1分钟内让祝福语变成现实。来吧，来吧，祝叶姐喜提影后。哇！哦呦！付航和徐志胜2个都是脱口秀演员，希望他们新的一年惺惺相惜。开吃，来开吃了。哎呀，好辣，好辣！吃什么那么辣？因为我们现在在湘西，2个星星在湘西，吃的很辣。哦，
谢谢评祝2026年什么都好。祝祝说这个最好演了。神啊，神仙。啊，马。都。好哇！耶！祝周琦跟智胜旗鼓相当。哎，怎么跪下了？旗鼓相当，我是鼓相当。脱口秀的瓶颈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？勋哥，我祝你火力全开。我们那是划拳嘛？火力全5，火力全10，火力全开，火力全开。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那个。火力全太炸了，火力全。可盈，我再送你一个祝福好不好？毕竟是新年到了嘛，我送你个新年祝福，祝你新的一年天天有人陪，永远不孤单。这不立马就能实现吗？我有华为 nova 15 Ultra 好搭子，我的好搭子好看又好搭。那我呢？我不是你的好搭子吗？你必须是啊，你是带感的好搭子。那必须的，看看我的，我也有华为 nova 15 Ultra， 这带感率潮不潮？感觉这个拍照片，你看，新年的那种感觉，太潮了，太酷了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写写联儿，贴东西，布置房间，来点开心的气氛，好不好？贴窗帘。咱们干活啊！这样，这个人一点，再一点。你帮我看我这两边合不合得上？你这得高一点呀，差不多。哥哥，我想贴到那上面。来了。军哥都不带点角的。哥，你抠下来了吗？为什么我抠不下来？我抠不下来，我也抠不下来。哎呀，这我怎么撕不下来呀？这是我的问题吗？慢慢撕，没事。这不用胶，这就是那张贴。啊。没事，哥哥，我的哥哥，没事，哥哥。咱俩到底是在干嘛？吃饭了，走吧。走，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吃饭去。来了，哇，开饭！哇，饭在这儿呢啊。好，你先吃一个好吃吗？你咋呀？哇，我们是不是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投票？微博网友投票，想让咱们吃的一道年夜菜。来吧，谢谢微博网友，谢谢微博网友。哦，不会是佛跳墙吧？来吧，来揭盖，揭盖，起。哇，姜母鸭，姜母鸭哎，就是想吃这个。这是厦门特产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谢谢微博网友。和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还可以玩个小游戏。什么小游戏啊？小盲盒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，每人抽一个问题，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传递一下。我这个比较好，说过年会和亲戚一起看你的剧、电影或者是综艺吗？会吧？会啊。我没有，我不会。啊？但真的扛不住的。就是我家里一般就大年初一是春晚，其他的时候全是我的综艺，就一个一个点一直放，反复放，重复放。我爷爷老好笑了，我爷爷因为老看我跟梦姐唱歌嘛，说我看你老跟那个孟子义一块儿唱歌，他是个歌唱家。平时他们也会看，他们如果看到片段什么的，他们还要转发到家族群，就是日常就是喜欢，很喜欢搜，对，狂搜。以前13年左右吧，有一个美食节目，以前是我在录，后来就是没有再用我录嘛，那个节目还在录，就有一个号在那个节目的每一条微博下面，没有杨迪我不看，就有杨迪最好看，一查我爸。真的。每一条短视频，但凡我的，我都看得到我家里人的点赞。
你知道，就是以前我不是经常就是演一个类型嘛，要不就是性感啊，要不就是职业属性比较特别。我妈特别发自肺腑，哎，宝贝，你现在戏演的真好。我说，哎，谢嘛。她说那个，那你以后能不能少演一点那种灯红酒绿的角色？我妈也在网上实时监督着我。监督。有一次我没有赶上飞机，然后我就是在改签的时候，我妈就一个电话打过来了，让你早点出门，你不出，你没赶上飞机吧？就是这样说。然后我说，哎，妈妈你怎么知道？她说我看到了，刷到路透了。对我妈天天就是没事就搜我名刷我。我觉得咱们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长都是这样吧。对。分享一个过年期间被迫营业的小故事。我是那个主动演，什么时候演节目啊？什么时候演节目啊？主动就摇，一回事。主动就依赖摇。关键他不只会一种，他起码能表现10个段子。半壁江山了。一个在那表演节目，叔叔阿姨都在那说，哎，换一个，这个看过，换一个，哎，再来一个，这个好，点这个好，点个赞。但是脱口秀会不会啊？说起来说一段，这个会，真会啊！你会说一段吗？我说那个一般比较贵，受经济钱，受经济钱，就为节目创作都来不及，实在没有功夫为亲戚来创作段子了。周琦呢？周琦会演吧？小时候让唱歌跳舞，主动型，不主动，特别害羞，钻被窝的那种。你是那种佯装害羞，哎呀好，我们来一个，还是真的害羞？他说这样，哎呀，我不唱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继续。如果带一个圈内好友回家过年，你选谁？理由是啥？我知道你要选谁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肯定选智胜，因为他能给你家里人说脱口秀。哎，我就不表演，刚说完不表演。贵主要是，但你肯定会为你爱的王哥表演。行吧，今年就带你回去，好不好？哎，是你还将就他了，我的妈！那我就来讲一讲我的这个问题吧。家里人会催婚吗？你会如何应对家长的催婚？哇，这个真是噩梦。说实话，我20岁的时候催了。我20岁，反而现在没人敢，因为我的应对方法就是我喜欢用魔法打败魔法。你也催他婚？你什么时候结婚？你什么时候离？我就是这种人，我真是这种人。真的吗？我就是哎呀，结了婚咋芝麻墙一样又离了又早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。结婚有什么好吗？像你一样结了又离。再有一个，我会发疯。我会直接就是装我听不懂，然后在原地就是那种。什么？发疯。尖叫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那他们一定会私下讨论，这孩子肯定是情感上已经受伤了，受到伤害了。如果小孩情感不受伤害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。他们什么都不问了，但他们什么都猜，什么都敢说的，什么都对。但是好处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亲戚敢问你了。我怕再也没有亲戚了。好吧。这个之前广智那个段子老好笑了，广智说现在有人催婚，广智说我现在是个 idol， 不能结婚。家里人会笑吗？不会，他们会倒追，就是因为我也用过这个，给我爸妈说过，我妈说咱偷偷结，不让人知道也行，可吓人了。挺跟上潮流还。我那天刷那个短视频，他这样做的哈，就是哎呦，你现在那个不结婚，以后老了怎么办哦？像你这样到处问，好凶啊！好，下一个，柱柱吃完了，柱柱再漱漱口。好了，最后的收尾工作。柱柱为了说这个都开始补妆了，哎，柱柱在这好，亲戚问你什么问题？你什么时候结婚？等会儿，
等会儿，你收入多少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要抹口。过年回家有没有？等会儿。现在补都补完了，你太厉害了。柱 OK 了。你小时候的压岁钱最后都去哪儿了？哇哦，去我妈兜里了。没有，我妈说存着，反正以后都是你的钱。帮我存起来了，存折上是我的名字，但密码只有他们知道。哎，但是我爸妈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从小的钱，我妈就说给孩子的就是给孩子的。有这么好？你这让我们好嫉妒呀！真的好羡慕。然后就会带我去超市买他爱吃的，然后买家里的日用品，买了一个电冰箱。你妈不会给你算，她也给了对方孩子800？不会。哦，对，这个会算。哦，会算，真会算。他会说，你看啊，今天你拿这个钱哈，你拿800对吧？我还还人家800了对吧？这抵消了是吧？对呀，都给我算这些，怎么？就是像大勋刚才说，我妈说这都是交换的事儿，根本不是压岁钱。啊？我说妈，这是交换，给我妈开始数啊，我出去多少，你出去多少，你还欠我200，我说。过完年最后还欠200红包钱，还亏200。小时候对过年最执念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穿新衣服。对，是不是每个小孩过年就必要买套新衣服？提前一段时间买完，然后天天想穿，然后说不行，还把它锁起来。对。啊，那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？而且我是从袜子、内裤一直从里到外全部都要新的，但凡有一点不是新的，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不舒服。如果有头发，连皮绳都要新的，全部都要新的。说完好伤心呢。我爸妈从小到底怎么抚养的我？穿啥？那你穿啥呢？穿他们的衣服。会换一身什么内裤什么的，袜子什么的，衣服没说要换。以后我如果有幸当父母，我就这样给他从头到尾，从里到外全是新的。新年新气象。什么时候觉得自己长大了？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劲头子开始买新衣服了。我说，哎，我怎么一点都对买新衣服没有欲望？我就说，我长大。我也是发现，我妈不主动给我买新衣服了，你就觉得也长大了。对。那你们平时回去还会跟父母聊天吗？聊啊，我回去跟我妈、爸他们能聊到晚上2、3点钟。那是因为你爱唠。对，我爸妈也爱唠。我爸有时候洗脚，就12点开始洗脚，那个脚一直搭那个洗脚盆上也不放，然后就在那儿唠1个多小时，水都凉了，一直在那儿添水。哎呀，我那时候去成都考表演，他应该也爱聊。就是我回去以后就要给我妈讲我从成都回来的那些奇闻异事。我妈说今天先别讲，明天亲戚朋友来了一起讲。迪哥，咱俩一块过年吧，咱俩倒个拍。不是，你俩要倒完班，这家里人没法活了。你俩倒班了，家里24小时干，24小时听。印象比较深刻的，可能就是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，然后比如说刚接着一个戏，然后在横店拍，说我爸我妈就说来看我过年的时候，特别感动的就是。晚上回去，其实我爸妈就是已经在饭店买好了饭，全打包回来，然后等我吃。哎呀，然后因为他们现在也都退休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他们想来，就是随时都可以随时可以过来。我们会一起去吃饭啊，然后一起比如说锻炼啊，一起出去遛弯啊，天天在一起。它不像就是还能聊几个小时，就是但是这种状态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可贵的。陪伴。对于父母这些而言，你长期的这种陪伴，肯定胜过于你一年年夜饭的时候回来一次。对，你像我们那种晚上，之所以爸妈想跟我们聊到2、3点，那就是因为你回来一次很不容易，他就老想着把这个东西延长再延长嘛。所以我爸不可能跟我聊到3点。对，我爸一般都
10点多钟说我睡了，我说我再玩会儿。我基本都回家过年，最次就大年初1怎么都得回去了。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。我要不就不接，要不就是那几天肯定就回，肯定回家。对对对。对于我来说，春节的意义是能跟家人和亲戚全都聚在一起，然后能唯一让我有大概几天时间感受到自己还是小孩。在工作过程之中，大家会把你当成一个成年人嘛，跟家人和亲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短暂的当几天小朋友的那种感觉，还挺开心的。对，唯一的时间能当一会儿小朋友了，尤其跟爸妈在一起。但是我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是，我在外公外婆就是老人的眼里，我是那个很厉害的小孙女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反而每年过年回去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点像在当家长啊。我会说你今年血糖控制一点都不好，我要惩罚你，你要怎么样？好，你很好，那我就奖励你最想要的东西，我就会买给你。开始照顾家里人。对，就是我在长大，我有能力去照顾他们，就他们在我面前变成小孩子。这种感觉的话会是一瞬间让我觉得长大了，然后这也是过年给我的最大的好的意义。是。我有时候看我爷爷奶奶，他们特别盼过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不光你要回去，我姑他们家的孩子，就我表哥，他们也会过去。所有人去了之后，都要先给老人打招呼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过年真的对于老人的意义来说，是比对于我的意义要更多的。他就总感觉在这个节点上，如果有个人缺席或者不回来，他就觉得这个节过得没那么舒心，就会想没回来的那个。对对对，然后回去之后，你就觉得这个年好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束和开始。这一年好像这一家人从头到尾都在一起。就那个时候尽可能的回去，让爷爷奶奶感受一下这几天儿孙满堂的那种幸福。我真觉得好像过年的时候那种幸福跟平常时候的那种幸福不太一样，对他们来说。我们家就是在家庭群里面算是蛮活跃的，然后聚会也比较频繁。但是呢，每一次聚会完了，我奶奶都会拉着我说：“过年在不在家过？”我听到我想哭。别。然后呢，可能过几天我们家又聚会了，然后我奶奶又会问我过年在不在家过。拿点纸啊，那有。然后不用。然后可能过几天又聚会了，他又会问一遍。我这湿巾行吗？湿巾湿巾是不是把妆弄了？妆很重要，白补了啊。因为就是你隔好几个月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给他那个准确的答案，因为有的时候就要进组嘛。我就是哎呀，可能会在家过，然后就反正他每次都会问。是。就是我一讲到一点点让我很触动的东西吧，我就会哭，我就忍不住。就有的时候吵架也是这样，就是我刚要说话就开始哭，那个士气就减弱。对呀，你一哭谁还舍得跟你吵架呀？那其实这样特别好，因为你所有的情绪都能发泄出来，然后都是真的。我就是有点那个控制不住。这个我挺有发言权的，就你也这样。咱们是泪失禁。泪失禁是吧？就停不了的哭，柔软。我们家就比较相反啊，特点就是大家都不太会表达情感，反而会用搞笑去代替，就是柱家的这种情感。因为我从小是姥姥带大的，然后他经常说初8了，你该去上班了。小时候就会说初8了，你该去上学了，你不要在家里闲着，这样不是好孩子。这是他表达的一种方式。然后姥姥长得就是有点胖胖的嘛，然后每次我走的时候其实挺难过的，然后他说走吧小瘦子，然后我跟他说走了胖子，然后就这样，我们就会不会用这个对，哇这个，这个，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情感，越是在我家里人面前，就我很少哭，这也是一种表达，我哭不出来。
哭吧，小瘦子，哭。我是每次从机场走的时候，自己有点绷不住。只有我因为我妈送我嘛，就是在安检口送我进去的时候。但是我看到过几次，其实有点那个什么，我自己也有点绷不住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他就是突然悲从中来。我压下去了好几次要哭的冲动，然后甚至冬雨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有点难压住，眼睛里面出现画面感了。其实那个是非常非常动人的，可能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种对于情感的含蓄的表达，就是克制。我哭不出来。最浓的情感在一些嬉笑间表达完了，基本上我的感觉自己情绪喷涌而出的时候，我就会看王哥。哇，这个果然我一转头眼含热泪。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别让我太走心的聊这种什么关于过年的事情，怕绷不住，所以最好就少聊这种状况。对，我觉得过年就是意味着一个记忆不断的被加深，尤其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了，你有你的未来，比如说你的孩子，还有你的过去，很多逝去的人，然后你变成在中间维系着前面和后面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是过年就是一个爱的接力。所以年是一定要大家聚在一起的，我现在觉得过年就是有希望感很强，就是你一个氛围一到，你就觉得哎呀有希望，就是今年无论怎么样吧，你就觉得到明年什么都会好。就是把不好的事情都放在过去，然后我们开开心心的迎接新的一年。其实过年主要过的就是一个氛围，就有的时候你要说人特别少的地方，你还觉得冷清，很冷清。对，这个确实。我们一直说年味儿变淡了，我觉得其实不是，年一直都在，只是会过年的人变得少了。你也想知道过年你到底应该做些什么，所以真的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像看春晚就成了大家目前唯一还留下来的一个传统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春节好！春节晚会现在开始，想死你们了我！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温暖的记忆便涌上心头。春晚已是除夕夜最不可或缺的陪伴。避风塘的各位带着最喜庆的记忆，穿越1983到2026，共同酝酿着一场新春惊喜。哎，富豪，我想到一个超赞的点子，你要不要听？不行，我已经完全没力气了，没有电量了，大脑用不了了。别没电呀，我这点子特别好。你饶了我吧，现在在我身上唯一有电的，就是这华为 Watch GT6，它的续航超长。没错，它有21天超长续航，我都戴了好久了，真的不是吹的。当然了，我也感受到了，一瞬间我又充满了力量。华为 Watch GT6超棒！在苍茫的大海上，就是我觉得你读那个苍茫的，就善于利用你的鼻孔。苍茫的大海上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。对。嘿呀哦，他那表情，就是你看啊，他是先欠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吗？他有个那一下，你看，那嘴，就是有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这种感觉，你就这种感觉带着。处在世界的舞台，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好像啊，周杰。看一下我今天有什么节目？有很多节目。Morning， 快来。Hello。请你喝一瓶这个咖啡。谢谢。左3圈，右3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我们来做运动。动动手呀，动动脚呀，勤做深呼吸。
谁也不能扭掉我，也不会老。冬雨，我们还要排哈。不问花儿为谁开？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？我叫你下一位。高叶。演不好还演不砸嘛？你的老太太来了。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你听我给你吹。可以了吗？我们这个没问题。你4个节目是吧？3个，因为要帮你们排，我把我自己的节目删了，不然真演不过来了。感觉特别有意思吧，然后大家玩的都很开心。我们真的在很用心的去准备这件事情，去适应舞台，去感受舞台，能感受到这个过程中所对人的那种要求之高。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用心，就非常努力的还原那个角色本来的样子。左3圈右3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上微博参与周5晚高峰超话集卡，何必疯堂一起玩转超话吧。Oh my god！ 这谁啊？我现在就要像费翔老师一样的生活下去，肩膀挺拔。你好，我是费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戴美瞳了。你好，我是费翔。戴美瞳了，好像啊。你好，来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费翔。人看到什么是马觉，马看到什么是人觉。一个。好山楂树哦，对呀，好山楂树。哇，回到楂树了。这个绿马甲。这啥呀？我是高峰哦，这我的包。高峰，包忘拿了。你好，黎明老师。哦，眼睛倒是很像，眼睛真的很像。咱们还原度真的很高。恭喜发财啊！哎呀，恭喜发财！哇，你这个太像了，豪哥。你说句苏南宝经典台词。曹云的损色。哇，老师。杨钰莹老师来了。哇，老师，你这真的是。可以走了。走，来吧。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全国各族人民，全世界的中华儿女们，眼前这些熟悉的艺人团队朋友们，以及被节目组拉来凑数的，以及被节目组拉来凑数的现场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这里是由喜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的《抓马蜂玩2026》春节特别节目的预制直播现场，我是主持人你们的好闺蜜志胜，我是主持人芭比祝绪丹。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啊，咱们这个晚会啊，名字就很特别，叫抓马蜂玩。祝祝，你对这个名字有啥自己的理解吗？其实我觉得很简单，平时的生活呢已经够严谨了，今天的任务就是放开胆子，开心的疯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宣布，2026年抓马蜂玩正式开放。哇！欢迎！欢迎欢迎！大家好啊，我是黎明啊。宝哥也来了，宝哥。瞅你那损色，瞅你那损色。哦！哎呀！过年好！浓缩的都是精华。我是浓缩的都是精华的搭档。哇！欢迎！我
我是今天 cos 海燕的那个高叶。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费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晚上 cos 小魔女范晓萱的谢婷。大家好啊，我係華仔。相信大家看到我们台上的各位就已经知道，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密集怀旧的一个主题，集齐大家40年的经典回忆，咱们的浓度堪称春晚回忆的一个压缩包。没错，这就是抓马风碗的独家配方，别人创新，我们怀旧，而且旧的理直气壮，风的独一无二。行了，各位，走吧。好，下去，你去准备，你去准备。好，不是，咱们主持一点功力都没有，一点功力没有，就是拉着嘉宾往下推，就直接就往下去了。下去了。各位可以先去准备一下了。费翔老师，您请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哎，喜欢你的歌曲。快下去啊！就是一般会歇一下，谢谢各位嘉宾，请你们这边走。我一会儿会，我现在好，谢谢各位嘉宾，感谢各位嘉宾的介绍。现在咱们这边请，单切一个镜头，好了。来，反正都疯了，那我们开场就要整一波炸的。那必须，因为开场是最难的，但是听说对于咱们这个嘉宾来说啊，不成问题。来，让我们用最疯的掌声欢迎酷毙了的魏大勋为我们带来疯王震撼开场。你好吗？麦掉了，麦了。继续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倒了，反了，回。带下麦。他没回去了。朋友们，麦掉了，我们的气氛不能掉，嗨一波！哈哈。Come on!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。喜欢的时候就快点见面，不喜欢的时候就改天再见。快要到2000年，还有什么出现？只要开个 party，12点拍照片去留念。过一天变一天，爱情永不变，1000天1000年，一起过1000年。过一天变一变，爱情永不变，1000天1000遍，一起过1000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哟，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过一天变一变，爱情永不变，1000年1000天，一起过1000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过一天变一变，爱情永不变，1000天1000遍，一起过1000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
牛啊！谢谢我们黎明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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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医务人员上台了。说粤语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个开场第一封真的是，大家说炸不炸？炸！谢谢。太厉害了，场子一下就整个就热起来了。那能带来快乐是我的荣生。荣生，好棒！刚刚看得出来，大勋哥应该对黎明老师做了很多的研究。有啥你在这个模仿黎明老师上的心得能传授我们2招吗？有啥动作经典的动作可以教我们吗？比较经典的动作其实是杨迪呢？迪哥，迪哥，潘叔，潘叔。我们在后面候场呢，我们在排。提前上一下。干嘛？比较经典的这首歌的动作是哪个来着？他都没跳，让人很失望。应该是。好了，谢谢潘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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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后面，你现在不能说潘叔，我在后面备场呢，我这儿上去就做个那个。有什么动作能给我们分享吗？有这个我前面有个比较经典的动作，那个时候这个黎明还没唱啊。不像，不像你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他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，来 ，OK 了，可以了。不 OK， 做的不好。行，我一会儿再 Q 一遍，你先下去。哎，那大勋，你有什么关于黎明的动作经典动作能跟我们分享？又来一遍。好嘞，那我们谢谢大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开场表演，谢谢。可以先安心下去看别人的演出了。好，哎，柱柱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一句熟悉的？有人在开始喊哥哥了。哎，我也听见了，刚刚有人在喊妹妹。那能是谁呢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迪、周冬雨，看哥哥妹妹过后喽！哦，我们这个小品不是四川的，这是东北的小品，什么为什么哥哥妹妹过后？上吧！你们搞清楚这是来自哪个地区的小品没有？开始了，哥。嘿，有船吗？哎，船来了！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，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，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？哥哥，你要把船过，先要对上妹妹的歌，妹妹的歌。不问花儿为谁开，不问风儿为谁落，问你带着什么来，为啥要过我的河？哎，刚刚明明听到有人叫。哎呀，这是杂交2号。高峰怎么还没到？这片庄稼应该打药。哎呀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长虫了。哎，这是什么虫子呢？身上有白道，须子往上翘，一排小白牙，眼睛像灯泡。啊！吓死我了，这什么虫子呀？你往哪儿看呢？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虫子。你才是虫子呢！哼。你是来接人的不？啊，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，到我们那儿去讲课。好嘛，这就对了，我上船了啊。哎，你们看他长得像吗？哎，你下来，我不是来接你的。你说什么？哈！哈！哎呀呀！
谢谢。我让你下去，你就得给我下去。哼！怎么回事儿啊？你是来接高峰的是吗？对啊。我比高峰差吗？你说呢？差多少？差多少？就差这一杆子。哎呦！哎呀！你这姑娘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拿杆子杵别人。我是来接高峰的，你凭什么上船？你是来接高峰的，我就是高峰，我为什么不能上船？土里土气那样，咋看咋不像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我哪儿不像高峰？高峰比你强百套啊，和气兴浓，呱呱叫啊。我看你有点儿不会夸呀，呱呱叫的那是蛤蟆呀。好了，音乐停，音乐我们就学到这儿。哎呀，我感觉你特别喜欢高峰，看来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。如果他要是没有对象呢？他要是没有对象，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。那你把他当什么？我当什么？把话说清楚，当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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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对象你管得着吗？你笑什么？你要说话算话。当然了，我当然说话算话。那好，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，高峰就是我，我就是高峰。我不信。怎么不信呢？看来我不拿点真玩意儿给你，你就不相信我是谁？给你展示一下我最近刚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。稍等，好，稍等。嘿，哎妈呀，打错了！哎，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？你忘了，你们村子里面闹鸡瘟，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，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，里面加了一张照片儿。那你真的是高峰？我如假包换，我就是高峰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抱歉，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，让你大失所望。我失望啥呀？不就是因为我，矮，它不是缺点。你说出来了已经。我只是矮，它不是缺点。啊。秤砣小，压千斤。你再想想，那个胡椒小，它辣人心。说得好，这话我爱听。雷锋同志个不大，可他的精神传天下。董从瑞个不高，关键能举炸药包。朋友们，科学认为，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哎呀，那我刚才对你那样，你不会生气吧？肯定不生气。那就上船吧。好嘞，上船。待会儿。咋了？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不？我说啥了？说啥了？你忘得倒挺快。你说如果高峰没有对象的话，你就给他当对象。哎呀，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？妈呀，这就说话不算话了。行，那我也说话不算话，我也不去你们村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你回来！哎，我还没走呢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上船吧。有门儿来喽！哎呀，哎呀！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，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，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？哥哥，你要把河过，先要对上美美的歌啊，美美的歌。采一朵水莲花，妹妹送哥哥。悄悄话儿悄悄说，甜甜蜜蜜洒满河。感谢迪哥和冬雨带来的
谢。来，之前冬雨说跟迪哥长得像，这么看来，哥哥妹妹都叫上了，两人不会是亲兄妹吧？我们在这里面是爱情，对，我们展示的是一段淳朴的爱情。喝到了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你好没有灵魂啊！说这话的时候连看我们都不敢看一眼。喝到了，非常的棒。那你们合作下来是怎么评价对方的表演的？肯定是合作非常愉快，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小事儿，小事儿。对。小事一桩是不是？对，还是有一定的压力。是，其实我们觉得用致敬来说不太行哈，我们都不配说致敬，因为我们确实比这个能力有限，但是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小品。过河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小品，是的，还有我的家里人也喜欢。反正这次合作还是很愉快的，毕竟我们就是彩排的时间比较仓促，今天比较分身乏术。对，他后面还是另外2位巨星的搭档。我后面还有2个节目，咱们10个人凑了一台春晚，你说难受不？好，谢谢2位，谢谢。其实我和迪哥还有个特别的礼物想送给大家，喜之郎果冻。是的，来，过年了，想给大家送上我们最喜欢的这一款喜之郎喜气年年礼盒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喜事连连，喜上加喜。在这里一定要给大家再跳一支舞，好不好？喜之郎的舞蹈，喜之郎果肉果冻。休闲娱乐来一个，欢庆时刻来一个，开心时刻来一个，全家欢聚来一个，喜之郎一个非常有爱、适合新年的舞蹈送给大家。新年让我们一起吃喜之郎果冻，新年喜自来，来大家都吃起来。新的一年，我们一起吃喜之郎果冻，祝大家喜气年年，喜上加喜。现在进入的就是我本人最期待的互相伤害的环节了，因为今天咱们台下的坐着的观众都有点特殊，因为他们全是我们的同事。平时是不是有很多话想说呀？今天给你们一个合理泄愤的机会，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吐槽自家的艺人。咱们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狠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越狠越有奖。谁吐槽到最扎心，惊喜大礼包就会给到他。哎呀，柱柱，我现在忍不住要走到这位朋友身边，他高高的举起了你的名字。哎，我们的这个流程不是这样。没事，直接来吧。柱柱，平常最让你受不了的点有什么呢？最受不了的点就是太美了，我每天看那张脸我都受不了。哇，马年拍马屁，越拍越给力，越拍越给力。我很好奇啊，咱们柱柱在私下里最真实的状态，你能给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吗？有了 bug 的 AI。就是他只能干一件事情，他在干那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如果就是他没干好，他就会一直想着，然后旁边人跟他说，他就听不见，就很多人会误会他。在这里紧急给大家公关一下。但是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跳槽，你有心仪的对象吗？我天，我直接转行，我只到这儿。你就只跟着柱柱，只到这儿。哎，你虽然不想跳槽，但刚刚你这句话，好想把你挖过来呀。那我问问智胜团队的人吧。智胜哥哥经纪人今天有事，我是来代班的。我团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特别强。经常换，还有一些人经常请假。翠佩姐姐虽然有事，但是她给我留下一段话。她人不在还要吐槽？照着念呀。来，我听听。第一条。第一条有几条呀？建议不要再暴露服装价格了。我上春晚的衣服200多。
那不都是他给我花钱买的吗？第二条，哥哥对自己的脸好一些，多给化妆师老师一些时间展示他的化妆技巧和补妆机会。20分钟真的不够发挥。哇，感谢佩佩在离职之前对我发表的这些吐槽。就是说我们姐她每次那粘睫毛太多了，天天粘时间太长了。真的，我们女生就是要粘20分钟。我粘睫毛，你粘了眼睛也能跟我一样大。所以说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了？这个20-30分钟吧。哇，我化完妆了。哎，这位哥哥，周琦希望他改掉的一个习惯。他越着急越爱上厕所。那你希望他怎么改呢？就是稍微憋一会儿。稍微憋一会儿，哇，哎，给这个哥哥的脸一定要打码，因为他离开周琦，他真的找不到其他的工作。现在允许你们集体跳槽到隔壁团队，你会去哪个艺人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刚开始研究的时候，说是去那个付航老师那边。真研究过，还真认真研。对，我们私下研究的意思就是之前的确做过深入的探讨和调查。就是因为付航老师我们在一起化妆嘛，他可能40分钟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，但是我们得1个半小时。但是呢，我刚才听志胜老师说20分钟，我先这边更好，时间还能缩短一半。我要纠正一下，付航老师化妆时间是19分钟，比徐老师还要多1分钟。对，因为我那1分钟在准备春晚。马上变得不抢手了，是不是？航哥我们都知道他在舞台上非常的有活力，你能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他的真实的状态吗？付老师其实是个 I 人，艺人都是表象。你自己希望他改掉身上哪个小的不好的习惯？没有，也没有，就希望他现在做真实的自己。对，太好了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徐老师，谢谢。哎，我还有一个想问的。您问。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你们家艺人私底下最真实的状态，你会用什么词呢？付老师其实是个 I 人。问过了啊！问过了。对不起。能不能听一下别人讲话？那再来一个，如果给你个机会让艺人改掉一个习惯，你会觉得是什么习惯呢？这个如果我刚刚回忆了一下，刚刚也问过了。有了 bug 的 AI。对。他这个记性是不是平常也是？这段掐掉。这段掐掉。哎，柱柱的团队，你最想吐槽他什么呢？柱柱的团队，我现在也想说2句。这位是王哥团队的吗？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你们家艺人最真实的状态，你会觉得是什么词呢？幼稚。宝宝，现在王哥天天跑步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希望他坚持吗？哎，你问题倒挺多的，这一趴是你想出来的吧？啊，那我倒是问问你的团队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就不问团队了，我们问问本人怎么样？我感觉本人的答案应该更直接有效。高叶姐啊，如果你希望你团队改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？夜富贵花，夜斜顶呱呱。我希望我团队改掉一个就是如此的浮夸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来大家咱们来想想，到底是哪家吐槽的最狠呢？你家。好嘞，那么我们有一个离职的礼物要送给他们哟，来吧，把这个离职礼物发过来。这是我们的流量密码，朋友们，谢谢。好嘞，那我们继续看节目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个节目也是我们最期待的节目之一。
它叫做健康歌。也祝大家新的一年里感情要健康，生活要健康，身体更要健健康康。让我们欢迎谢可寅、杨迪带全场一起抖抖手啊，跺跺脚。来，开始了，跟着爷爷一起做。1、2、3，左3圈，右3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我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呀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蹦蹦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爷爷，你看我练的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天6练没了。没比那个花钱买补药，不如那个天天来练操，成天去喝减肥茶，不如蹦蹦跳跳跳一跳。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，2025好的不好全都忘记。Come on, come on, it's gonna be fucking New Year， 我们棒除了野马，就是见不得天了。Come on, come on， 让嘻哈你好，再见拜年，过什么生日不你？小朋友小规矩，记得早睡早起，多你的运动都得牢记。左3圈，右3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呀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蹦蹦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就印象很深刻。当年我也觉得传唱度是非常高的。它真的会勾起你现在已经可能也许忘掉那一年或那个时期的回忆。就经典，它是经典，是有道理的。精彩都不仅仅是在舞台上，也包括咱们的观众席。大葱啊，对，哥，就这些年货呀，我后台一麻蛋了。那后台演员看见了都说，还是自称聪明啊，来春晚直播带货来了。有一年啊，我打开红包发现里边什么都没有，我说妈，今年这个钱压得这么碎呀？你可以鼓掌。好赞啊！哎呀，汗都出来了。手松，你这完蛋了！完了，到家门口了，咋还打退堂鼓了呢？海燕呐，咋的？我跟你说，也就是我伤了点气，我的心呐，咣咣的这个跳。哎妈，多完蛋呢！你怕啥呀？不就相个亲吗？你这么的，你给他来首高尔基的诗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。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！海燕呐，你可
长点心啊！咱们接下来这个节目可了不得了，哇，我真的很爱。主演的阵容堪称咱们今天晚上的劳模天团。劳模天团。首先，男主是今天晚上已经3度登台的晚会定海神针杨迪，女一和女配分别是今晚2度亮相的演技实力派高叶和周冬雨。有请3位带来《打工奇遇》，欢迎。好，音乐停，音乐停，音乐停，怎么还是这个音乐啊？呀！你好歹换身衣服吧你，啥意思啊？导演组说我就3句台词儿，不用换。行行行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太后大酒楼开张，招聘慈禧当跑堂，这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。不知道这38号怎么样？来吧，传38号。好嘞，38号到。来了来了。嘿，这老太太够精神的呀！来来来，你愿意在我们酒楼打工呀？愿意。我到您这打工啊，我不为赚钱，为的是学习这开酒楼的经验。哎呀，不为赚钱可太好了，录取了录取了。来吧。让这老太太开开眼。来来来，老人家，你看看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宫廷玉液酒。皇上喝的？对呀。我能闻闻不？来。香吧？像二锅头。它不是像，它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水。多嘴。什么二锅头兑的水呀？在咱们这儿啊，这就是宫廷玉液酒。那这得卖多少钱一杯呀？180。这180块啊！哎呀，老太太在咱们这儿就得多学着点儿。来来来，再给你看看这道菜。这是啥菜？群英荟萃。这皇上吃的啊？那这白的是白萝卜。什么白萝卜？在咱们这儿就不能叫白萝卜了，得叫宫廷啊白萝卜。那这绿的是宫廷青萝卜。那这红的是宫廷水萝卜。那这黄的我认识，是宫廷胡萝卜。哎呀，太聪明了，宫廷胡萝卜。那这么一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？哪儿呀？80。哎呀，这盘萝卜就卖80，那得多大一盘萝卜呀？哎呀，萝卜，别萝卜了，在咱们这儿就不能叫萝卜，得叫群英荟萃。群英荟萃，你这就是一盘萝卜开会，还群英荟萃。什么萝卜开会？犟嘴！你是总经理，我是总经理啊。那你是？还想不想学了？想学就得按我教的做。你呀，得呼着点小曲儿，把这些词儿啊都给我唱出来。这样的话，咱们能多赚点钱。那你要说唱啊，那就更没问题了。你能唱？我能唱。老太太，你可别光说不练呀。别耍嘴呀！我要是耍嘴，我是个棒槌。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。哎，这酒怎么样？你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！哎，瞧我这张嘴呀，1杯你开胃。我喊了一声美，2杯你肾不亏，哈哈，还是美。3杯5杯下了肚。保证你的笑脸啊，怎么样？哎，白里透着红啊，好，哎，红里透着黑不溜秋，哎呦，绿了吧唧，什么词儿啊？蓝弯弯，紫不溜兜，粉都笼里呀透着那点美。
可把我吓坏了。哎，这酒怎么样啊？这酒真是美啊美呀啊美呀，美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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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美了。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对那个白开水。怎么把实话给唱出来了？我这嘴秃噜了。秃噜了，你应该这么唱。你敢知道菜，群英荟萃，要你老大是一点都不贵。过来看一看，吃个尝一尝，吃到嘴里特别的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尝一口脆不脆？我吃了一口放在嘴里，确实它有点脆。为什么这么脆？为什么这么脆？我现在问问你，它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就这么脆？它就是一盘大萝卜啊！又把实话给唱出来了。啊，您喽都听清楚啦？给谁打电话呢？哎，好，清楚了就好。谁？物价局。哎呀，这个物价局，这老太太。走四方看一看，尝一尝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场。哎，刚才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的物价局。谢谢。谢谢迪哥！哎呀妈呀！大家看着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！最厉害的是大家都会唱对那一段的时候，这就是经典的力量。真的是，迪哥今天果然是真的劳模了。我好像生病了，怎么样？嗓子好痛。让我们下来吧。啊，可以。好的。不是我，因为我们开始定的那个位置是这个。是我犯错了啊！你犯错了，我犯错了。柱纠正你了。对。我们总共4位女生，迪哥今天跟其中3位都有作品，开心吗？挺开心的呀，就很丰富。那跟谁最开心呢？啊？哦。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，都很烂。没有，开玩笑了。好一个反向端水大师！哎，你弄啥嘞？你主持人是不是应该要听一下别人说话？你管我这是我们的主持风格。好了，那么3位真的是因为合作了这么多的舞台，辛苦啦！谢谢。就完事儿了。啊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哦，那你继续。你说哪个嘛？没有，我自己想发挥一下。哦，你要发挥，我们来听一下。就是小的时候，我跟我那个爷爷奶奶一起看这个小品，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小品。你会唱这个吗？我会，基本上你们的台词我都会。来，你试一下，你来唱一下宫廷御乐酒那边，预备走。宫廷御乐酒，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，瞧我这张嘴呀，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， 2杯肾不亏，哈哈还是美。3杯4杯下了肚，3杯5杯，终于逮到了，前面一直唱对了，我很不开心，终于唱错了。但迪哥终于实现了跟所有女嘉宾都有合作的这个成就了。我现在能选出跟谁合作最不开心了。对，也特别感谢冬雨。他干嘛了？他在这个小品干嘛了？我们主持人就是要面面俱到，好一个反向端水大师。这是我的词儿，我发现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结束这段访问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我们还要战斗。谢谢3位，
谢谢。太棒了！谢谢。好了，能下去了吧？能下去了，快逃！哎，智胜，新的一年有什么健康秘诀吗？要我说呀，秘诀可能就是咱忙活一天之后，要把自己扔进一张懂你的床。哦，那时间刚好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整点广告位时间。智胜，哎，来了，来试一下我们的喜临门白骑士 Plus 床垫，特舒服。你不是前几天坐高铁腰有点难受吗？你躺这儿试试。哎呀，躺下，你说整个人浑身就突然松下来了，而且你看，哎，这个腰刚好被顶住啊，一点都不悬空，而且腰和背啊正好都被托住了，托举你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这支撑感在腰部杠杠的。好了，我现在感觉自己整个人又充满活力了。所以说啊，过年回家最好的礼物，可能就是这么一张让你安心睡眠的床垫，能让你彻底放松的才是家。祝大家新年每晚都能睡好觉，每天都有满血状态。2026大喜临门！这咋的？大过年的怎么还叹上气了？我是在感慨，当我们在这儿又抓马又疯的时候，我们避风塘还有一位小蜜蜂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疯。有吗？这不都到齐了吗？光朵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刚才看了很久，没有盯出任何破绽。真的，我只看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剪辑点。咱们接下来继续看咱们这边的没有剪辑的节目。接下来这位嘉宾是今天晚上唯一还没有表演的终极大佬，听说他带来了一把火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传君，我们一起火！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费翔。谢谢，爱你们。
了我。我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燃烧了我。熊熊火光照亮了我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。谢谢大家。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我曾经满怀疲惫，回来却空空的行囊，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，为我抚平创伤。这把火烧得旺不旺？哇！这把火好烧啊！今天军哥用最后一个舞台，不对，等一下。哎，我们看那边就真的好好的夸一夸。嗯，好夸。会夸的，会夸。那我把这句说完啊。今天军哥带来的最后的一个舞台，真的是非常的炸。感谢军哥给了我们出现了很多状况的草台班子的舞台最完美的句号，谢谢军哥，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带给大家欢乐的演员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么现在所有人都要注意了，快，马上！我们新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，朋友们？倒计时。对，那么咱们有请所有的朋友们都上台吧，我们要倒计时啦！欢迎回家。您好，您好，欢迎回家。您好，你们好，都看过你们的表演，非常棒。能听。您好，老师。非常大明显。喜欢你们的表演。您好，你好，高女士。你好，你好喜欢你的表演。我只是用我的生命在歌唱。好，咱们大家先稍微收一收对于王传君老师的喜欢，我们接下来真的要倒计时了，朋友们。停，手里的花生、瓜子通通放下。好像真的没有花生瓜子，吃的实在是差不多了。咱们现在整整齐齐的都到台上来了，请每位小蜜蜂握住身边人的手，和我们一起倒计时，因为还有20秒就到今天晚上的10点55分。我们要等到12点是吧？站在台上，站1个多小时啊！我们现在开始倒计时，2789，2788，2787，
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时刻都是最重要的时刻，所以说我们在随时随地都能倒计时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今年就把大家没有吵赢的架、没有写完的周报、没抢到的红包、没减下去的肥，全部都放下，只管跟着我们大声倒数：10、9、8。等会儿。跳！等会儿，要配合朋友们，4一招大家喊一下好不好？咱们每个人一人4一招。4一招哈。来，朋友们，10、9、8。了，朋友们！哇！时钟既然走到了最重要的10点56分，咱们手拉着手一起走过了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1分钟。你说的对，全体注意，还不到3场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个保留节目，一定不会冷场。好，抓马不是验，疯玩才尽兴。今夜我们都当了一整晚快乐风民，现在我们每个人送大家一句掏心窝子的新年祝福吧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费翔老师开始，怎么样？祝大家马年马到功成，一马当先，马上火火火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团圆，谢谢。祝大家幸福美满，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！祝大家财源广进，财源广进，财源广进！祝大家马上幸福，马上开心，马上有钱！我身上有老虎，祝大家马年做事儿不马虎。祝大家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马到成功。祝大家马年大吉！祝大家考试上岸，永不加班，工资暴涨，奖金翻倍！
显得你很帅似的。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嘉宾？我会喜欢跟我互补吧。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沦陷了。你做的饭只有我能吃第一口，我做的饭只有你能吃。太好看了，你这太有才华了吧！听听你的故事。比较期待跟你的故事。你刚刚都笑成那样了，你是不是要嫁给我了？你在干什么？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2个男人为我这样做过。你是觉得我这个30多岁有点老了？我前女友打来电话了。你让我看透了爱情。Solo 来了之后，我的感受完全不同。我先走了。我好难过啊！假如恋综真的有剧本，请2位担任预制恋综总导演和总编剧。我喜欢那种类型的片子，让他们的冲突激化一点，让他们来个3女争1男。怎么这么简单？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？总之，别让我拍到你2.0。等雨必须说个到，你们俩折叠了，都别想跑。魏大师，哎，稍等稍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我的自拍视频。年轻人吃点亏怎么了？并不能给迪哥调成挤压。我打去！含水唱歌。朱玉丹终于下手了。跳行了，他俩是完全不看词儿。过新年穿新衣，王小军来帮孩子穿衣服。啊！我不行，跑了！你不想穿可以直说。过去了。我就简单的说2个。希望大家呢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来，开始！2.6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！2.2，我们所有人聚在今天来一起走到2022年，大家一定要发财！周五晚高峰，每周五中午12点 ，SVIP 用户提前看上下集 ，VIP 用户抢先看上集；每周六中午12点 ，VIP 用户抢先看下集；非会员每周日、周一12点可免费观看。SVIP 用户每周六、周日加享精彩衍生节目，每周六中午12点，周六晚高峰不停，看小蜜蜂们番外日常疯狂加码。每周日中午12点，想你的风吹到了周日，看避风塘成员专属爆笑接力游戏。VIP 用户周日加享明星专访互动，每周一至周四超疯微博花絮等你来。一半睡着一半烟，静静度过每一天。每天习以为常，匆匆忙忙，都忘了享受阳光。没有力气疯狂，来一点糖，然后冒险一场。放肆吧，无所谓，别苦脸愁眉，去就算完 day， 快点 play。我头脑嗡嗡嗡，就玩高峰，别紧毛放轻松，电视看优酷，就用酷喵 TV 畅享大屏好内容。上微博参与周五晚高峰观后感话题讨论，和微博网友一起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